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诚意挑战深渊，不做古装流量，缘何毅然转型演绎司马徽？2026年春天，国内电视剧圈突然迎来一次剧烈震荡。诚意，这个近年被观众贴上古装剧领军人物标签的男演员，宣布带着自己的工作室正式加盟一部现代科幻探险剧。所有关注他的粉丝，行业内外的人，一时间全都把目光集中到这个消息上。明明可以继续稳坐古装剧头部位置，却偏要自废武功，做出极具风险的选择。不少人开始琢磨，这背后到底是怎样的利害权衡？演员在流量和转型之间徘徊，内容平台在类型创新和市场回报之间抓平衡，观众则在期待与担心中反复拉扯。这场风波远远不只是一个人、一部剧的事，把镜头拉近到诚意个人。过去几年，他靠古装剧快速积累人气，角色形象一直停留在坚韧正直、痴情专一这类大众审美最容易接受的位置。跳出来回头一看，近10年里，但凡成功转型的演员，几乎没有不冒风险的。诚意这次换跑道，其实在行业里并不常见。古装剧市场体量大，观众口味稳定，演员只要稳扎稳打，基本不愁资源和热度。可一旦切到科幻探险题材，行业内外都清楚，这是风险和机会并存的赛道。科幻剧对演员的想象力、协同能力、肢体表现提出了比传统剧集更复杂的要求。诚意的选择其实让不少内容平台和制作团队都紧张起来。优酷敢于把这部剧推上少年幻内容单元，背后是对新赛道的慎重考量。平台投入重金，主打科幻、悬疑、冒险，摆明了要和市场胃口较劲。2025年，全国科幻影视内容市场规模已经超过1200亿元，增速明显。观众对新鲜题材、优质特效的需求持续旺盛，谁都想抓住下一个行业机会。但现实层面，每一次类型转型都要承担极高的风险。观众的期待、IP 原著的压力、技术实现的门槛，环环相扣。从表演经验上看，诚意并非完全没有探险题材基础。几年前，他曾参演过盗墓类剧集，对动作戏的规范、团队协作、紧张气氛的营造有一定积累。这一次，他面对的司马徽角色，身份和背景更加复杂，既是江湖能人，又曾加入过游击队，人物成长线跨度大。要演好这样有年代感、烟火气、领导力的角色，比以往的古装角色难度提升不止一个档次。同时，新剧大幅依赖虚拟拍摄、高技术特效，演员在绿幕前没有真实场景，没有实物道具，表演信念感高度依赖自我调动，身体每一个动作、眼神、语气都要和虚拟世界无缝对接。这种挑战不只考验演员个人素质，更考验团队协作和后期制作水准。怪不得业内不少导演都反复强调，虚拟拍摄时代对演员的适应力和情绪调动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这就直接推高了诚意的转型难度。不是每个观众都能接受古装美男突然变成硬核探险队长，也不是每个 IP 粉丝都愿意看到心目中的经典角色形象被重新塑造。但内容创新和平台升级推动着整个行业不得不往前走。内容创新背后是平台和行业的现实利益计算。优酷将少年幻单元作为内容转型重点，主打国产科幻和奇幻题材。背后核心逻辑很简单，细分内容赛道，抢占新兴市场份额，提升产业竞争力。数据就很直观，国产科幻剧和动画的年度产值增幅达20%。优酷和其他平台一样，都在卡位未来市场。行业如此，
观众也在悄然变化。以前，观众只要求剧情完整，演员演技在线就行。现在，特效水准、科技感、故事逻辑自洽都成了评价标准。观众期待国产科幻剧能有新突破，也能忍受一定的试错空间。但一旦制作水准跟不上，口碑下滑来的速度极快。诚意的选择，某种程度反映出整个演艺圈的现实困境。经验告诉大家，类型化红利吃到头，演员就得跳出舒适区。以往很多演员在转型路上碰壁，主要难在观众认知固化和市场不确定性，而平台和粉丝则是双刃剑，一方面希望演员有新突破，一方面又怕转型失败影响热度。这类现象在内容行业屡见不鲜，平台方承担创新风险，演员承担转型压力，观众则用脚投票。每个环节都要狠抓内容创新和制作质量，才能在新一轮产业升级中留一席之地。不光诚意，平台同样面临考验。虚拟拍摄、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新技术，显著提升了国产剧集的制作标准。内容平台投入巨大，背后是观众对高品质内容越来越挑剔的期待。平台想要收获行业红利，必须在 IP 开发、内容创新、技术升级3个方向上同步发力。这种变化也倒逼演员主动调整。以前靠流量、颜值吃饭的日子过去了，观众对明星的专业性要求更高。诚意选择主动转型，是希望通过新题材、新技术积累新的职业增长点，这样既能打开新的受众群体，也能摆脱过度依赖单一类型的定位。内容行业的变化还体现在 IP 开发和内容创新2个领域。天下霸唱的作品本来就是 IP 开发的热门对象。过去摸金校尉一类角色，故事风格和人物成长都紧贴观众口味。如今改编成科幻探险，既是对原著的重新诠释，也是内容平台与观众需求之间的再磨合。从拍摄到发行，每个环节都要兼顾创新和尊重原著。对于演员而言，转型意味着机会和挑战并存。业内有不少案例，角色塑造和表演方法调整到位，转型后打开了全新职业空间。也有演员转型失败，市场反应一般，陷入定位尴尬的困境。观众层面最关心的还是作品品质、剧情打磨、特效水准、演员表演、团队协作，哪一个环节掉链子，都可能导致项目口碑下行。国产科幻剧近年来屡现高分佳作，也有不少高开低走案例。观众期待创新，但更在意内容的完整性和观看体验。平台、演员、原著方、观众这4方利益交织，决定了项目走向和市场接受度。现实中，没人能预测一次转型一定大获全胜，但内容创新确实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诚意个人选择，映射出整个内容行业的发展逻辑。面对产业升级，演员和平台都要主动打破旧有模式，在创新与风险之间找到新平衡点。观众的评价标准变化，也促使内容端更加注重细节和品质。最后，市场每一次剧烈波动，都是各方利益重新洗牌的过程。平台用技术和内容创新抢占先机，演员用转型打破旧有标签，观众用选择表达真实需求。整个行业在变化中前行，大家会怎么看诚意这次转型？演员要不要一直坚守熟悉领域，还是主动尝试新题材？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